现在的 AI 行业火爆到了什么程度？只要一个产品加上 AI 这两个字，仿佛就拿到了通往未来的头等舱门票。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我把目前市面上被吐槽最多、争议最大、价格也最离谱的一款所谓的划时代 AI 硬件买回来了。说实话，下单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额头上就写着3个大字：冤大头。但这不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吗？帮你们驱趟雷，帮你们看看那些估值几亿美金、被各路大佬背书的黑科技，到底是在重塑未来，还是在收割韭菜？如果你也对最近满天飞的 AI 产品感到迷茫，或者正准备掏钱包买某个 AI 神器，请务必把这期视频看完，这可能会帮你省下不少辛苦钱。先点个赞，我们直接进入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拆箱现场。我们先来看看这东西的卖相。从官网上看，它长得确实科技感十足，极简设计，磨砂质感。宣传片里，它简直就是钢铁侠里的贾维斯走进了现实。但当我真正把它握在手里的时候，那种廉价的塑料感瞬间把我拉回了现实。这真的不是10年前那种200块钱的电子词典换了个壳吗？最让我崩溃的是它的连接逻辑。在2026年的今天，一个主打智能的设备连接配对竟然花了我整整半个小时，期间断连了5次。好不容易连上了，我满心欢喜地问他第一个问题，帮我规划一下去日本旅游的路线。结果他沉默了5秒钟，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旋转的小圈，然后用一种非常机械生硬的声音告诉我，对不起，我目前无法联网获取实时信息，建议您查阅相关攻略。那一刻我愣住了，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甚至不能联网查询实时票务和天气的人工智能，这和10年前我手机里的 Siri 有什么区别？甚至 Siri 现在的反应速度都比它快。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真的买到了传说中的套壳怪。很多所谓的 AI 产品其实根本没有自己的底层大模型，他们不过是租用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的 API 接口，然后外面套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壳子。更有甚者，为了节省成本，他们给用户提供的可能是已经被淘汰了几代的旧模型版本，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这种行为在业内其实有个潜规则，叫降维收割。为什么说它是降维收割？因为这些厂家非常清楚，大部分普通用户并不了解什么是 token， 什么是多模态，什么是上下文窗口，他们只看到 AI 语音交互、随身私人助理这些高大上的词汇，就以为自己买到了未来。而实际上，你买到的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网页浏览器插件，被封装在一个做工平庸的塑料盒子。这种割裂感就是目前 AI 硬件市场最真实的写照。说到这儿，如果你也曾经被类似的广告忽悠过，或者买过什么让你大呼上当的电子产品，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给后来者提个醒。我们接着往下挖，为什么这些公司敢把一个明显还没成熟，甚至可以说还是半成品的方案拿出来卖高价？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商业逻辑，那就是抢占生态位。在科技圈，第一个定义产品的公司往往能获得超额的品牌溢价，即便产品烂，只要它是第一款，它就能吸引那些极客和追求新鲜感的早期用户。但问题是，这些公司往往高估了自己的软件调教能力，也低估了用户对基础体验的要求。我实测的这款产品，它号称拥有视觉识别功能，官方演示里，你对着路边的花拍一下，它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品种。我试了一下对着我桌上的绿植，它告诉我是一盆植物。没错，它确实没说错。但这种正确的废话，我需要花几千块钱来听吗？更离谱的是，当我尝试让它识别一下我手里的咖啡杯时，它居然卡死重启了。这种体验的背后，反映的是目前很多 AI 初创公司的急功近利，他们并没有去深耕底层算法，也没有去优化硬件与软件的协同，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2件事上。第一，怎么写出更有诱惑力的众筹文案；第二，怎么在短视频平台上找博主带货。当营销的预算远超研发的预算时，这个产品注定就是一个收割工具。这也带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在 AI 时代，我们真的需要独立的硬件吗？手机难道不够强吗？智能手表难道不够方便吗？如果一个 AI 产品提供的功能，我掏出手机点一下 APP 就能完成，而且体验更好，速度更快，那我为什么要多带一个需要充电、需要配对，还经常罢工的累赘在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大家一定要记住，任何不能简化流程，反而增加你操作负担的 AI 产品，99%都是伪需求。真正的科技进步应该是隐形的，是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不是让你每天为了伺候它而烦恼。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心疼那些辛苦攒钱买这些设备的年轻人，他们是对未来最有憧憬的一群人，却成了这些厂商眼里的肥羊。
但我今天做这期视频不只是为了吐槽，更重要的是要教大家一套避坑指南。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详细拆解如何识别这些 AI 陷阱，以及在挑选 AI 工具时，哪些指标才是真正决定你生产力的。如果你觉得目前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个订阅，后面的干货会更猛。刚才咱们说了这玩意儿的硬件有多拉胯，但如果你以为这就完了，那你还是太低估这些厂商的想象力了。这款产品最让我感到智商被摩擦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收费模式。大家听好了，我买这个硬件已经花了快6000块钱，你猜怎么着？当我打开它的核心功能，比如实时同声、传译和长文本分析时，屏幕弹出一个弹窗，请订阅高级会员，每月费用折合人民币200多。我当时整个人都裂开了。这就好比你花了大价钱买辆车，结果坐进去发现方向盘是需要按月续费才能转动的。这种硬件收钱、软件割肉的双重收割法，是现在很多所谓 AI 初创公司的通用套路。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硬件公司，其实骨子里是想做订阅读取费。但问题是，你提供的服务值这个钱吗？我实测了一下他的长文本分析，我把一份3万字的行业报告发给他，他花了整整3分钟才给我出一个不到500字的总结，而且内容驴唇不对马嘴，连报告里的核心数据都搞错了。相比之下，我直接把文件投给免费版的 Claude 或者 GPT-4OS 出结果，且逻辑严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厂商本质上是一个二道贩子，他们从大厂买来接口，套上一个简陋的 UI， 再包上一层昂贵的壳子，就试图卖出比大厂原版服务贵出几倍的价格。这哪里是 AI 创新，这分明是科技裁缝。聊到这里，我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业内部的潜规则。为什么这类产品现在层出不穷？因为现在做一个 AI 硬件的门槛低到你难以想象。在华强北或者随便一个代工厂，你只要出钱，有一套现成的工模方案等着你。芯片用最便宜的，传感器选过时的，剩下的就是找几个程序员写 prompt 提示词，把接口接通。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找一个顶级的视觉设计团队，拍几组充满禅意和未来感的宣传图。很多朋友问我，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佬给这些产品背书？我们要明白，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2个维度。资本看的是故事，是这个产品能不能定义一个新的交互品类，哪怕它现在是个废物，只要它占据了 AI 原生硬件这个名头，它的估值就能翻倍。但咱们消费者买的是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一个工具不仅不能帮我解决问题，还要我每天给它充电，给它充会员，还要忍受它的胡言乱语，那它不是工具，它是祖宗。说到这里，我必须得插一句，如果你觉得我这种拆解让你看清了某些真相，别忘了顺手给个3连，因为这种得罪厂商的内容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才能继续做下去。接下来我们要聊点更深层的，为什么我们会被这类产品精准收割？其实这些厂商精准地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 AI 焦虑。2026年了，谁都怕被时代抛弃，谁都想早点上手所谓的生产力神器。当你看到广告里说这是一款能让你效率提升10倍的 AI 伴侣时，你的理智其实已经被焦虑冲散了。你买的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我没有掉队的虚假安全感。厂商们太懂这种心理了，所以他们不会跟你聊参数，不会跟你聊响应延迟，他们只会跟你聊情怀，聊重塑人类与信息的连接。听听多高级。但当你真的把它带回家，你会发现这种连接比你家里的 DAB-i-Fi 还脆弱。那么重点来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到底该如何分辨什么是真正的 AI 创新，什么是包装出来的智商税？我总结了一套3看标准，建议你收藏起来，以后看任何 AI 产品直接往里套。第一，看它是否具备不可替代的硬件属性。如果一个功能在手机上加个 APP 或者在电脑上开个网页就能实现得更好，那么这个专门的硬件就是伪需求。真正的 AI 硬件应该是像智能眼镜那样提供了手机无法提供的第一视角传感器，或者是像智能耳机那样提供了极致的音频交互场景。第二，看它的离线处理能力。一个只会把你的指令传回云端再传回来的设备，本质上就是一个传声筒。真正的 AI 产品现在都在卷端侧大模型，也就是不联网也能处理基本任务。如果一个设备断了网就变砖头，那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廉价的套壳产品。第三，看它的生态兼容性。一个好的 AI 助理应该能接入你的日程、你的邮件、你的工作流。而现在的很多智商税产品都是一个封闭的孤岛，它读不了你的文档，进不去你的钉钉或飞书，它只能在那儿自言自语。
这种孤岛式 AI，除了新鲜那2天，剩下的时间只会吃灰。写这稿子的时候，我看着桌上那个还在不断闪烁着红灯，提示我网络连接异常的昂贵方块，心里其实挺感慨的。AI 的确在改变世界，但在这个大浪潮里，泥沙俱下的速度远比真金浮现的速度要快。我们支持创新，但不代表我们要为低级割韭菜买单。在视频的最后，我想给所有对 AI 抱有热情的朋友一个建议：与其花大价钱去追逐这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怎么写 prompt， 怎么利用现有的顶级大模型去优化你的工作流。软件的进化速度永远快于硬件。当你掌握了 AI 的思维逻辑，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手机，在你手里也是最强的生产力武器。好了，这期撒钱实测就聊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帮你省下了几千块钱，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会让我觉得这钱花得值了。接下来的视频，我会深度拆解几款真正好用的，甚至能让你副业翻倍的 AI 工具。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实打实的干货，一定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